灵跟着季节开运好路，好运快来坏运跑路，有时不有波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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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怪，都的笑容都比你的假。你的灵感太过派来给灵季节呀西呀地。What's good？ 全球乡亲安 ，Welcome back to 所长开讲。所长你好啊，大家好。所长开讲是一档探讨开运哲学、宗教民俗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你们的 host 小蛙 Francois， 我是灵根吉吉的所长王伯钧，灵魂的灵，树根的根，带来双倍吉祥的吉吉。接下来的时间就由最有料的主持人小蛙和我一起陪伴大家，来一场水曜日的脑内微革命。OK， 所长 I got a big one for you。我昨天回到家的时候啊，看到客厅里那张会自动长出衣服的椅子，再看看电视柜上面盘踞着各种各样早就过时的充电线、用过的塑胶袋，打开抽屉，里面塞满各种账单、发票、收据、没用的广告单啊！我到底该怎么办呀？很简单的3个字：断舍离。断舍离，断舍离，说起来很简单呀。每次我回到家看到这种景象，脑海里就是断舍离，但偏偏真的等到放假，我就宁愿躺在沙发上滑手机，冷眼看着那堆破铜烂铁继续在那边无限生长。我唯一成功断舍离的东西就是断舍离本身。小蛙，在我们的认知里，打扫等于是在消耗精力。上班都这么累了，放假还要花时间打扫，根本提不起劲来。日积月累，居家杂物就渐渐占据生活空间。但如果我告诉你，当你终于下定决心动手打扫的那一刻，你其实正在进行一场宇宙级的灵性解放仪式，你相信吗？ Excuse me？ 宇宙级的灵性解放？所长，你最近是不是迷上了什么奇怪的身心灵农场文，把丢垃圾说成降厉害啊？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和乡亲们聊的核心话题，红遍全世界的现代日本极简主义断舍离。如果我们去追本溯源，你会发现它与破坏神西瓦的哲学思想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惊人连结。等等，所长，您是说那种干净明亮、充满木质调，还带点精油味的无印良品风格的断舍离，跟破坏神西瓦密不可分？打广告也不是这样的，谁不知道灵根吉吉的灵源就是 Shiva， 硬要也不是这样的吧？你耐心听我娓娓道来。断舍离是由 Yamashita Hideko 所提出的。Yamashita Hideko 师生由 Oki Masahiro 创办的 Oki Yoga。Oki Masahiro 在1976年提出断绝不需要的东西，舍去多余的事物，脱离对物品的执着，并浓缩为断舍离思想，由弟子们普及到世界各地。也就是说 Yamashita Hideko 的核心理念并不是源自于家政学，也不是聪明收纳盒的软广置入，断舍离恰恰就是源自于古老的 Yoga 哲学。 Yoga？Mr. Yoga 本质上是一门关于如何控制心智波动的科学。断舍离的断、舍、离，对应的就是 Yoga 修行中的断行、舍行、离行。哦，从这边开始就有点意思了。断舍离直接连接到 Yoga Sutra 里一项非常重要的心理戒律，不贪执，梵文叫做 Aparigraha。而 Shiva 正是宇宙第一位瑜伽士 Adiyogi， 也因此 Shiva 被称为 Yoga 之舞。难怪 Yoga 教室常常都供奉 Shiva， 不然就是诵持 Shiva 大天咒。所以所长，你的意思是说，断舍离源自 Yoga， 而 Yoga 源自 Shiva， 所以你才会说断舍离与破坏神 Shiva 的哲学思想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惊人连结。正是。但我还是觉得有点转不过来。回到一开始说的打扫房间里的居家杂物，这件事是怎么跟宇宙级的灵性解放仪式扯上关系的？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
当你的物理空间充满杂物的时候，你的大脑其实是在无意识地处理这些视觉信息的。那些堆积的物品就像是你大脑里无数个打开却没关掉的视窗，它们会不断消耗你的认知频宽，造成慢性的心理压力。哇，也就是说，我只要看到那张长满衣服的椅子，这些脏东西就在偷偷吸我的能量。是的，在 Yoga 的语境里，这就是干扰你平静的杂念。所以当你看着那张椅子，你看到的其实是你大脑里那团理不清的思绪的实体化。当你决定不再逃避，拿起垃圾袋开始整理的时候，本质上就像是你在混乱的生活中铺开了一张无形的 Yoga 垫。所长，但是 Shiva 即便是 Yoga 之主，他还是破坏神呀。当我终于动手把陈年旧物无情地扔进垃圾桶的时候，这是破坏吗？这也可以跟 Shiva 哲学做连结吗？我得承认，把丢东西说成是毁灭，听起来真的很像反派宣言里面会出现的口吻，呵呵。这就是我们必须重新定义破坏的地方了。这里最迷人的地方在于 ，Shiva 身为破坏神，他的破坏从来不是出于恶意或是情绪失控的毁灭，反而他的破坏有着高度的目的性。他是为了清除宇宙中累积的无知、幻想，也就是梵文的 Maya 和那些停滞不前的能量。哦，所以它不是为了破坏而破坏，它是为了有点像清理系统快存那样的破坏。完全可以这么理解。从 Shiva 的角度来看，当宇宙累积了太多的业力还衰败，就像是一个系统快要宕机的时候，它必须跳起那支著名的 Shiva Tandava， 借由这场充满力量的宇宙之舞，它摧毁腐朽的一切，让世界得以重新启动。如果把这套哲学思想带回我的客厅，大家去看你衣橱最深处的那件牛仔裤，对，就是那件你总是骗自己，等我瘦了5公斤，总有一天我会穿的那件牛仔裤。它可能已经在那里挂了3年了，每次看到它，你都会有一丝丝的罪恶感。那就是一个完美的玛雅，一个彻底的幻想。是没错。仔细一想，那根本不是一条裤子，那是一个把你困在虚假未来的执念。它其实一直在吸走你当下的能量，让你对现在的自己感到很不满意。所以当我们果断地把它丢进回收箱，这不是在浪费布料，而是在摧毁一种停滞的幻想。太精准了，太有启发了，我感觉 Yoga 的力在我内心深处流淌。每一次你果断地把不需要的东西舍去的时候，你其实都在你的客厅里跳着微型的坦达瓦之舞。希瓦的舞蹈提醒了我们，如果你没有摧毁这些停滞的能量，生活就会像一滩死水。在某些时候，果断的丢弃，这是净化生命的最高形式。但是所长，这里有一个致命的 bug。我今天跳了希瓦之舞，衣橱清空了，客厅变大了。可是下个月发薪水，看到一个诱人的广告，我的脑波一弱，又打开各种购物网站，买一堆新的东西把它填满啦。如果我们的心态没有改变，打扫、囤积、打扫、囤积，就只是无限轮回。我们到底该如何达到离的境界，真正脱离对物品的执着呢？ Frank， 这个问题问到了核心。要理解这个终极的境界，我们必须再次看向 Shiva 的另一个法相。除了跳 Shiva Tandava 的破坏神法相，被称为 Adi Yogi 的 Yoga 之主法相，你还要介绍 Shiva 的哪个法相呀？ Mahayogi 大苦行者。想象一下 Shiva 这位强大的宇宙神明，他不住在金碧辉煌的神殿里，他跑到 Smashana 去住，而 Smashana 就是我们中文说的火葬场。喂，火葬场？对，而且他脱去华丽的丝绸，仅仅披着兽皮，还用 Bhasma 也就是骨灰涂满全身上下。喂，把死人的骨灰涂满全身？我是想学断舍离耶，不是想学断送性命耶。如果断舍离的终极目标是要把我的客厅变成火葬场，那我宁愿房间乱一点好不好？你说这什么病态又悲观的建议啊？小蛙，你听我说完嘛。
表面上听起来确实极端，甚至让人不安，但这背后其实有着极度深刻的认知心理学机制。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为什么会不断的想要买东西？因为我们潜意识里渴望一种永恒状态，我们以为拥有这些实体的物品就能给我们安全感，甚至用它们来定义自己是谁。或许也有这一面，就像我买了限量款公仔来证明自己是超级粉丝一样。没错，而骨灰它象征着所有物质最终的绝对归属。Shiva 将骨灰涂在身上，代表看透物质世界的虚妄，也就是我们上面说的幻象 Maya。无论你在世时拥有过多少价值连城的物品，最终在时间的长河里，这一切都会化为灰烬。当你接受了万物皆空的事实，你就不会再被自己对于物质的渴望所捆绑了。这就是断，终极的无欲 Vairagya。哇哦，让我来顺一下你这段的说法。如果把这套哲学思想搬到现实生活，就是我手上这只辛苦存钱买来的最新款 iPhone 17 Pro Max， 或者那双排队抽签才买到的限量球鞋，如果我盯着它看，脑海里把它想象成100年后的一堆灰烬，想象它们逐渐随着时间慢慢变为灰烬，你的感觉是什么？刚开始想觉得有点沮丧了，可是，等等，如果这只手机注定会变成灰烬，那我干嘛还要每天因为它荧幕上多了一条小刮痕而焦虑的半死？如果那双球鞋迟早会粉碎，回归大地，我凭什么把我的自身价值跟这个物质绑在一起？ My God， 我好像理解了你要说的东西了耶。哈哈，你已经获得看透物质本质的力量。那些广告每天都在轰炸我们，只要买了这个新包包就会快乐，只要换了这台新车就会幸福，其实那都是在制造各种幻象，各种玛雅。可是当我们理解到世界上所有的物品其实最终都会化为灰烬，在那顿悟的瞬间，那种非买不可的焦虑感就瞬间消失了。这正是断舍离追求的那个离的终极状态。他从来不是要求你像苦行僧一样什么都不要，把家里清空到只剩下一张床。他是追求一种不被外物所意识、精神绝对自由的状态。你可以享受这只新手机带来的好处，但你不会被它控制。当你意识到万物最终皆会化为灰烬，你其实就是在这个充满诱惑的现代社会中，为自己穿上了一层无形的防护罩。可是所长，这又让我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我看透了物质的本质是灰烬，我也跳完Shiva Tandava，房间清空了。我看着空空荡荡的房间，内心深处的购物欲也消失了。接下来呢？难道我的人生从此只剩下空虚和灰烬吗？这听起来超级虚无主义的耶。既然最后都会变灰，那现在干嘛努力生活呀？超郁闷的啦，怎么办？接下来我们可以把管象的注意力拉远一点。Shiva 的毁灭并不是故事的灰白色虚无结局，实际上 Shiva 的毁灭是为了 Brahma 进行创造的绝对前提。是不是没有毁灭之后产生的空间建设就无处安装？如果宇宙早就被那些衰败的旧能量塞满了，就算创造神 Brahma 来了，根本也没用呀。正是如此，套用到我们的认知和生活上，这就完美地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在彻底断舍离之后，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重新启动了一样。断舍离之所以可以改变人生，并不是因为单纯的东西变少了，而是因为你的空间和时间被腾出来了。所以这意味着，当你切断对旧我的依恋，狠狠地把那些不再服务你的物品清空的时候，你其实在进行一场空间的排毒。你把占据客厅一半空间的旧沙发搬出去，目的绝对不是为了每天盯着白墙发呆，你是为了让新的可能性进来，让新的能量、新的人际关系，甚至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有那个实体的空间可以流入你的生命里。是的，如果你双手紧紧地抓着满满的旧垃圾不放，你怎么可能腾手去拥抱新的机会？清理就是为了创造。
你在每一次的丢弃与整理中，都在演练宇宙的生灭循环。你用 Shiva 的毁灭清理出空间，然后你准备好迎接 Brahma 的创造。你再也不是被家世压垮的受害者了，你是掌控自己生活空间和能量流动的创造者。哇哦，这场对话真的是完全颠覆了我对大扫除的认知诶。我现在看着角落那一对义夫，感觉他们都在招手呼唤我，快来做 yoga 吧。各位乡亲，当你下次周末无奈地拿起抹布，或者是打开那个乱七八糟的衣柜准备整理的时候，请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正在做苦差事。请记得，那一刻你就是超级瑜伽士，你正在为你生命中即将诞生的全新宇宙腾出宝贵的空间。这是一场充满力量，而且专属于你的神圣仪式。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断舍离与 Shiva 哲学，我们谈了很多关于不贪执的理论和应用。最后，我想请大家观察并思考看看，来了，所长的大哉问要来了。如果清理物理空间的杂物能够为我们的现实生活带来迎接 Brahma 创造力的新生力量，那么如果你把这套断舍离和Shiva哲学应用到数位生活当中呢？我想这绝对是现代人更需要面对的领域了。当你终于鼓起勇气清空你信箱里的那几千封永远不会看的未读邮件的时候，当你退出了那些早就没有意义的群组对话的时候，甚至当你狠下心删除手机里的那些无止境剥夺你时间的社群软件的时候，那会不会是一场更为激烈的 Shiva Tandava 呢？哇，今天谢谢所长的分享，又是收获满满的一个晚上。我的荣幸。同时感谢全球乡亲的收听，谢谢你们的按赞、留言、分享。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星海加纳 Ekaksha， 由他为我们带来宇宙能量气象周报。Peace out。阳光太强，墙角太响，燃起整个八公 ，Oh my God，barbecue 了。黑板上的倒数计时，心情有够复杂，趁现在说出内心深处的话。大家好，我是 Ekaksha， 为您播报2026年5月10号到5月16号的宇宙能量气象周报。经历了上周立夏的爆发力之后，这周的宇宙能量要带我们慢慢沉淀下来咯。我们正处于初夏的节奏中，这周末即将迎来一轮非常重要的新月。同时，这周进入了2026年的第20周，灵数是2。新月代表着重置与播种，而灵数2象征着耐心、平衡与合作。这周的大环境氛围就像是一片刚翻过土的肥沃农田，不再浮躁。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放慢脚步，为接下来的长远计划深深埋下种子的最佳时机哦。接下来为您揭晓本周的灵根吉吉开运色，本周抽到的是赤茶色。配合这周的新月播种与耐心平衡的能量，宇宙为大家抽出了代表步步为营的赤茶色。这是一个属于平中的稳健运势。赤茶色的专属诗签说：沉稳内藏千钧力，运势徐来莫造心。这代表着你现在正处于稳扎稳打的阶段。Ekaksha 要特别神谕提醒你，这周请保持赤茶色般稳重而且坚持到底的心态。虽然好运是徐徐吹来，千万不要觉得急躁。你的内心其实已经累积了千钧的实力，趁着新月的到来，踏实地写下你的长期目标吧。只要一步一脚印的前进，未来一定会迎来天开云朗、日光粼的丰硕成果哦。那么本周的湿婆12法相运势又是如何呢？请大家对号入座哦。首先，灵数是白鹤的无声湿婆，
这周你的灵感会来自于家人或居家环境，趁着新月帮家里添几件有质感的实用小物，能大大提升你的生活幸福感哦。灵兽是狮子的大天师婆，职场上将迎来一个全新的起点，这周很适合设定一个长远的工作目标，稳稳地展示实力，长官们其实都在默默给你打高分呢。灵兽是大象的喜乐师婆，你的身体需要建立一个更稳定的新节奏，这周适合报名一个长期的运动课程，或是开始执行新的健康饮食计划，对运势超级有帮助哦。灵兽是鲤鱼的福气师婆，这周的新月能量完全是为你量身打造的，能量超级强大。快许下你最想实现的心愿，并去买一件质感很好的新衣服犒赏自己，为新阶段讨个好财头。灵兽是孔雀的清景师婆，感情和合作关系将进入一个更深层、更稳定的阶段。这周很适合和重要的人坐下来好好谈谈未来的长远规划，关系会更加坚固。灵兽是角枭的三木师婆，这周的财运亮点藏在理财规划里，去重新检视一下你的储蓄计划或是保单，稳健的投资会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安全感哦。灵兽是野狼的暴风师婆，这是财运大开的新起点，这周非常适合开立新的存款账户，或是寻找增加收入的新方法，把焦点放在慢慢累积，你的荷包会越来越满。灵兽是黑犬的恐怖师婆，你的生活需要多一点开心的火光，这周去尝试一个你一直想学的新才艺，或是在周末安排一场轻松的约会，能帮你充饱满满的电。灵兽是流牛的兽主师婆，这周非常适合规划一堂长途旅行，或是报名进修课程，把眼光放远，吸收新的知识，会为你目前卡关的事情带来全新的解法。灵兽是三羊的山主师婆，你的社交圈即将迎来一波稳定的新能量，去参加一些专业的社团活动，或是跟志同道合的朋友聚一聚，他们会成为你未来的超级神队友哦。灵兽是乌鸦的始主师婆，这周你的直觉非常敏锐，但也容易觉得疲倦，给自己多一点独处的时间，睡前静下心来冥想，或是听听白噪音，能帮你清空脑子里的杂念。最后，灵兽是龙王的银河师婆，这周你的人际交流非常热络哦，很适合去报名短期的兴趣工作坊，或是多跟身边的同事、好朋友聊聊天，会碰撞出很棒的灵感火花。以上就是本周的宇宙能量气象周报的全部内容，祝各位有美好的一周。我是 Ikaksha， 我们下周见。我们的传奇，灵感 power。